观音天下大事，有人才分声。大家好，我是百年。如果用一个词语呢来形容刚刚结束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百年会使用变革这两个字儿。因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呢，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国家高层还是我们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中国经济现在呢存在诸多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按照官方会议的表述呢，那就是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这是自双循环战略提出以来，国家首次使用这一表述。既然经济存在堵点，那就需要疏通和变革。为此呢，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国家筹划了4大方向的改革，它将如何影响每一个普通人？今天百年就带领大家通过这份官方会议公告，透视2024年中国经济的未来。时间倒回到1年之前，站在22年末23年初的时点上呢，当时国内外诸多机构对于中国2023年的经济是很乐观的。比如说，中金公司在年初预测，疫情结束后呢，居民消费复苏，中国 GDP 全年增速可达5.5%。摩根士丹利呢预测是5.4%。但是1年时间过去了，根据社科院最新的测算，今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是在5.2%，低于年初的预测。并且呢，为了达成既定的增速目标今年央行2次降息、2次降准，10月份呢，财政部还罕见的增发了1万亿特别国债来支持经济。宏观部门可以说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今年经济的动能会低于预期？按照官方会议的讲法呢，那是因为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老百姓的心里也有一杆秤。根据我们普通人的体感呢，百年可以将所谓的堵点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第一，增长的问题；第二，分配的问题；第三呢，保障的问题。第一层，增长的问题，老百姓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在转弱。今年呢，宏观经济遭遇了2大阻碍，一个是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出口的形势在恶化。根据海关的统计呢，今年1到10月份，中国出口累计同比下滑5.6%。尽管出口下滑并不只有我们一家，像同期日本出口下滑5.2%，韩国更是下滑10%。但是出口下滑关系到有1亿500万就业的制造业部门，影响非常巨大。根据百年的计算呢，今年净出口拖累中国 GDP 达0.7%，而 GDP 每下降0.1个百分点，就会影响15万人的就业。第二个问题呢是地产问题。根据统计局的统计呢，1到11月份，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同比下滑9.4%，地产投资又拖累中国 GDP 大概1个百分点，影响150万人的就业。因为出口、地产这2大部门的拖累，老百姓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转弱，不愿意去消费。第二层是分配的问题，宏观经济可能在增长，但是具体到个人的收入却没有增长。刚才讲到，为了达成既定的 GDP 增长目标，宏观管理部门呢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可是宏观政策的利好，更多的呢是被富裕阶层享受了。还是从数据上来看，今年前3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数累计同比增长5.2%，高于 GDP 的增速，而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却只增长了4.3%，低于 GDP 增速。两者的剪刀差有扩大的趋势，显示出呢财富分配向富裕阶层倾斜。我们都知道，穷人的边际消费意愿是更高的，而富人则较低。钱如果都发到富人的手里被用来消费的较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自然也就较低。取而代之的呢，则是今年居民储蓄率的高增。11月份，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同比大增15%，远高于 GDP 增速和收入增速。第三层呢是保障的问题，工资发到手里，但是却不敢消费。2023年，中国经济的另一个主线呢是地方财政问题。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和债务压力加大，一些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出现边际减退的迹象。根据媒体的统计呢，今年以来已经有湖南衡山、四川南充等地发生公交停运或者欠薪事件。另外呢，兰州、沈阳、广州等大城市近期也都计划涨价，1元公交从此可能成为历史。另外呢，根据陕西渭南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份部门决算，2016年到2021年，当地对于公交系统的补贴从248万下滑到了9万，公交系统尚属于边缘福利。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最关键的社保压力也是逐渐的显现。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基数同比增长仅有3.8%，低于 GDP 增速，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是近年来涨幅的最低值。
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缴纳社保参考的社会平均工资基数却依然维持了6%到7%左右的高增长，高于 GDP 的增速。一边呢是社保缴费基数增速高，另一边呢是支出基数增速低，反映出如今财政部门管理社保池子的难度。面对这种情况呢，老百姓的应对措施自然而然就是多储蓄少消费，对于当下经济的拉动作用自然就会下降。所以总结来看，官方所说的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百年认为就是这3个因素。第一呢，增长预期下降；第二，收入分配不平衡；第三呢，社会保障不健全。有这3个堵点存在呢，即使明年高层出台了强力的经济刺激措施落实到基层老百姓手中，获得感呢可能依然是减弱的。所以针对2024年的经济工作，相比于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如何去进行经济改革则更加重要。从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当中，百年就梳理出了4大经济改革的方向，分别是扭转预期、优化产业、改善分配和健全保障。第一点呢，就是要扭转出口和地产的下行预期。出口方面最近2个月政府部门已经在加紧行动。10月17号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宣布将会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11月24号，我们国家单方面免签法国、德国、意大利等5个欧洲国家，这2个政策都创造了历史。以免签为例，长久以来中国对外国签证讲求对等原则，你不给我免签，我也不给你免签。在这个原则之下，即使号称走遍全球的美国护照来中国也得办签证。而这一次免签欧洲5国之前呢，我们只在2003年以促进外贸为名，给日本、新加坡、文莱3个国家给予过单方面免签的特殊照顾。可是这一次扩充免签国，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过了对等原则的门槛，未来中国的免签国名单或将大幅扩张。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免签门槛非常严格，但依然给予了40个国家的免签待遇，大多是欧洲、东亚的富裕国家。作为对比呢，中国过去给予普通护照免签的国家只有10几个，并且还都是类似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非富裕小国。未来呢，中国也可能会参考美国，给予大多数富裕国家免签待遇。免签带来的经济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数据显示呢，这一次免签欧洲5国之后呢，相关国家前往中国的入境机票搜索量环比上涨了100%。我们希望随着外国人来华越来越便利，中国外贸和旅游产业能够得到提振。就像这次会议当中所说的，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在另一个板块房地产方面呢，2024年国家将重点布局3大工程，分别是保障房建设、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有机构预计3大工程平均每年能够带来1万亿以上的投资，能对当地的楼市形成有效托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3大工程只在超大特大城市，也就是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展开。现在全国只有21座城市符合超大特大的定义，所以下一阶段呢，楼市分化的格局可能还会延续。此外呢，在老百姓更加关注的保交楼领域，这一次会议要求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要求。在这样的指导之下呢，相关监管部门正在起草一份中资房企白名单，50家房企被列入其中。据传呢，万科、龙湖、碧桂园等大型民营企业房企都包含在内。金融机构要给予白名单房企充分的融资支持，有效的防止烂尾楼风险蔓延。第二点呢，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更新产业政策，指引明年的重点方向。相关的行业通常会在第2年有较为不错的表现。比如说2020年会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2021年电力设备在股市中有亮眼表现，2022年国家强调产业安全，2023年呢则是信息安全产业的领涨。今年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产业政策方面呢有2大看点。第一呢，是把科技创新首次提升到了经济工作的第1项，其中呢重点提及了制造业供应链安全，一般指向的是半导体产业，以及重点提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这2大产业预计是明年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投资的重点。第二呢，是提出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2014年、15年，我们曾经经历过产能过剩的问题，当时指的是钢铁、煤炭这些传统产业。经过这些年的供给侧改革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已经得到了遏制。但是一些低端的所谓新兴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呢，又重新突出。比如说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今年10月份，曾经的造车新势力威马汽车宣布破产，拉开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出清的序幕。12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信息披露会上警示，
光伏产业中低端产能过剩风险需高度关注。这些所谓的新兴公司过去凭借着政府的补贴存活，技术发展却没有跟上，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源。现在呢，随着国家开始处理中低端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企业将迎来真正的考验。第3点呢，就是改善分配。国家出台的任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无论是降准降息还是发行国债，落实到基层都是要通过金融系统去发挥作用的。而金融企业天然是嫌贫爱富的，过去呢，政治站位不高，并且伴随着隐形腐败，削弱了国家政策的落地效用。因此呢，今年秋天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始，一轮史无前例的金融系统整顿、反腐和让利即将开始。从金融系统入手，国家将重点重新调整全中国经济蛋糕的切分方式。这一部分的内容很多很关键，百年已经在之前的视频中做过详细的介绍，强烈推荐大家关注并且回看。这里呢，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最后一点呢，就是健全保障。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经济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3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这里面至少包含了3个要点。第一呢，是明年中央会加大对于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目前的市场普遍预计2024年中央财政赤字率会拔高，国债继续增发近万亿，补充地方政府在福利支出方面的资金缺口，缓解老百姓对于当期社会保障不足的忧虑。第二呢，是严肃财政纪律，国家的钱要直达基层，直达老百姓的腰包里。2023年，在中纪委反腐调查人数已经创历史纪录的背景之下呢，明年国家势必将继续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三呢，是政府机关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做出过类似的表态，4年呢，全国多地就爆出过公务员降薪的新闻。今年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做出类似的要求，勒紧裤腰带的举措再度升级。而政治嗅觉敏锐，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已经率先行动起来了。比如说，为了避免公款吃喝的问题，今年呢，浙江开始推行公务餐改革，各地大小机关食堂可以直接供出差人员扫码用餐，不再提供另外的公费补助。公车方面呢，浙江推出了公车拼车软件。会议方面呢，浙江全面取消了会议室使用绿植鲜花，以节省经费。预计在明年，类似的举措呢，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所节省下来的政府经费都会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领域，增强老百姓的保障感。最后总结来看，有关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通过改革去扭转预期，优化产业，改善分配，健全保障，是解决内循环中堵点的关键。当前呢，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国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次会议呢，就彰显出了国家有这个决心和能力去解决相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国家一些时间，并且呢，作为公民积极监督推进国家的改革举措。相信2024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